日本宣布战斧导弹采购计划，如果先发制人攻击中国，那就是在自掘坟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理事会上宣布，将向美国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使自卫队拥有先发制人打击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将近1500公里，日本计划将其配备到主力战舰上，这意味着其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全境、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纵深腹地。除此之外，日本还突破其和平宪法的限制，计划开发1、2式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远程攻击武器。而美国一旦同意向日本出口战斧，不仅会严重破坏国际军控体系，还将直接引发东北亚的军备竞赛。过去，解放军拥有最大优势的领域就是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他们甚至变成了一种对美军的非对称打击手段。这种能力是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干涉台海的意愿因此而大幅度降低。但是如果日本批量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就具备了与中国用导弹对攻的能力，等于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让日本列装战斧，符合其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印太综合威慑战略，也是通过恐吓的方式阻止中国在台海发起军事行动。而日本一旦有了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在其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和军队自主化上就走出了关键一步。日本队原先只是美国的一条狗，以后可能就是一条狼了。日本自卫队有了远程武器给自己壮胆，那么狗遛主人的场景就有可能上演。如果先发制人的用巡航导弹攻击中国，就可以进一步拉着美军下场，与中国大干一场，而自己好火中取栗。日本采购战斧导弹的事儿，我们已经说过了几次了，这几乎就是一种自掘坟墓和赌国运的具体表现。但是其深层的原因和相关的影响却非常复杂。第一，允许日本采购进攻性的战斧巡航导弹，有可能意味着美军将放弃在日本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计划。美军过去一直想在日本部署先进的中程导弹，但面临的阻力非常大，而现在给了日本战斧式巡航导弹，既可以解决威慑中国的问题，又不至于引发日本民众的反对情绪。第二，采购战斧意味着日本放弃和平宪法，先发制人攻击敌方基地摆上了桌面。日本是一个2战的战败国，如果放弃了和平宪法，就有可能以受到威胁为借口，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攻击周边的国家。但日本似乎忘了，他的假想敌中国、俄罗斯、朝鲜可都是拥核国家，此举有可能让招核民族变成了招来核打击的民族，让自己走上不归路。此外，按照联合国宪章，2战的战胜国如果发现日本的这个战败国有侵略的意图，是可以直接打击日本的。这个后果也需要日本政府想清楚了。第三，日本买战斧表面上是用于对付朝鲜，但这种巡航导弹也可以用于武力干涉台海事务，威胁中国大陆。海基战斧导弹可以机动部署，意味着完全有条件攻击中国大陆在沿海的兵力集结和物资集中的节点。日本自卫队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攻击中国的军事基地，打乱武统台湾的节奏，这个威胁是存在的。第四，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日本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军霸权衰落的一个体现，又是美国把日本打造成亚洲乌克兰的重要一步。如果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口远程进攻性武器，意味着国际军控体系的崩坏，其直接后果是升级东北亚军备竞赛。日本虽然不是北约国家，但有可能变成一个中国身边的乌克兰，利用日本威胁中国，或者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符合美国的利益。总体而言，日本采购400枚战斧是走向其军国化的关键一步，也是美国放任日本军事对抗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将会严重威胁到中国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装备更多的远程导弹，瞄准日本的军事基地，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对战斧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既然日本的右翼政客
要自掘坟墓，那么我们就得为日本多准备点埋葬军国主义的武器，以满足那些试图恢复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政客的心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